我室友把我的外卖给吃掉了，但他哪里知道这外卖根本不是给活人准备的，结果他被恶鬼缠身了，向我求助。抱歉，姐也不是神仙，救不了他。我叫小刘。回到宿舍一看，发现桌上的麻辣香锅不翼而飞了，旁边的赵小雪正和她男友玩得火热呢。我找小雪问，我啥也不知道啊，这麻辣香锅。赵小雪一边玩游戏一边回答，宿舍里就你一个，不是你还有谁？我说了不是我，你耳朵塞棉花了吗？听到赵小雪这态度，我火气上来了，正想发作，舍友秦芳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，打断了我的话，别废话了，小雪都说了没吃，他家什么条件会在乎你那破盒饭？秦芳那副不屑的眼神彻底激怒了我，我愣在那，用不着你插嘴。我对赵小雪说，我最后问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碰我的外卖？如果你吃了，现在就给我转500块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小刘，你耳朵有问题吗？听不懂话吗？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，就算我真吃了，一盒饭要500块，你疯了吧？赵小雪看着游戏失败的屏幕，把火全发在了我身上。对呀，小刘，这饭难道是金子做的？一开口就是500，这不就是敲诈吗？秦芳也帮着赵小雪说话，记住了，你不赔这钱，以后别找我，我懒得再和他们废话。撂下这句话就离开了宿舍。我呢，是鬼差家族第10代传人，从小就有阴阳眼，这眼睛能看见鬼魂，还能看透东西，所以我就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使命，负责在阴阳两界之间穿梭。我在阳间帮鬼王收服鬼魂，鬼魂有好有坏，大部分都是想害人的恶鬼，或者是有未了执念的鬼。赵小雪今天吃的那外卖，压根儿就不是给人准备的，那是给一个饿死鬼准备的。这鬼生前过得特别苦，心里积累了太多怨气，才变成了恶鬼。幸亏我发现的早，他还没开始害人，就答应我好好享用这顿饭，就放下心中怨恨，就能早些去地府投胎。那外卖是我给一个恶鬼准备的送行饭，我本打算先放宿舍，到时间再送去，结果被赵小雪偷吃了。其实这是有办法解决，赵小雪要是按我说的来，但她好像一点没意识到，世间事都得讲因果报应。如果赵小雪愿意掏钱，这黄泉饭就当她自己买的，顶多生场大病，毕竟她吃的是饿死鬼的饭，那这事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在外面溜达一圈，下午有课就回了学校，一路上身边的人都在小声议论一件事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指责的不是偷东西的赵小雪，而是我这个要钱的。难道我太久没接触活人，现在的社会都变成受害者有罪论了吗？我感到非常震惊。我一进教室，里面的嘈杂声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我，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后排的赵小雪挑衅地盯着我，好像在说，看吧，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赵小雪还是太天真了，她以为我会怕这些无关痛痒的议论和指责，真是笑话。我根本不在意，我来大学就是为了混个文凭，又不是来交朋友的。再说和活人打交道，心思太多了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鬼魂就简单多了，什么心思都藏不住。我有个鬼朋友就很好相处，500块的小刘还好意思来上课，说话的是赵小雪的跟班，好像叫李欣。赵小雪人品不咋地，但长得确实好看，就是现在流行的纯欲风。她家好像挺有钱的，开学第一天就开法拉利来学校。自从开学，她身后就跟着一堆跟班，男的喜欢她的长相和身材，女的每次都能从赵小雪这得到好处。赵小雪就喜欢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我没打算理这群人，坐到位子上等着下课。小刘同学，虽然我真没吃你的饭，但你也别为这事生气了。如果你非要那500块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我在心里默默给赵小雪的演技点赞，她这句话既让我看起来像一个无理取闹贪财的人，又把自己包装的纯洁无害。赵小雪表现的和宿舍里骂人的样子完全不同，要不是我亲身经历，也得被她的演技蒙蔽。奥斯卡真该颁给她个小金人。我刚想反驳，赵小雪的一个跟班就跳出来说，小刘，真没想到你这么恶心，你就是在欺负小雪善良。他话音刚落，底下又开始窃窃私语，不用猜也知道是在骂我。这课我不上也罢，太气人了。我心里默念着，向教室门口走去。经过赵小雪时，我低声说，记住今天你的报应很快就要来了。我不顾赵小雪那五颜六色的表情，离开了教室。走廊上的灯闪了闪，一阵阴风吹过，我突然被拉到一个角落。我回头一看，她穿着一身玄色衣裳，精致的滚边刺绣显得大气，那轻薄柔软的布料仿佛无风自动，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。她的眼睛清澈如水中水晶，眼角微微上扬，透着一丝妖媚，那纯净的瞳孔与娇媚的眼型奇妙地融合成一种绝美的风情，站在那里宛如古代的清冷公子。我去，狗子你怎么来了？我真诚地问，差点把这位贵公子气得吐血。不是和你说了吗，在外面不要老叫我狗子，要叫鬼王大人，不然我堂堂鬼王多没面子啊。他不满地说，习惯了，我绝对不再叫你狗子，换一个二狗吧。他也是我玩得很好的鬼朋友，小时候我就经常去地府玩，结识了鬼王木青。狗子这个外号也只有我俩敢这样叫，很多我摆不平的事都是木青在背后帮我。开玩笑归开玩笑，我开始说正事。木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发现饿死鬼的怨念又变大了。木青做事要敲我的头，吓得我连忙捂住。这是不怪我呀，想知道就拿乾坤镜看一下呗。木青拿出乾坤镜，早上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我们眼前。这事是我错怪你了，是赵小雪自找的。他问，
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凉拌炒鸡蛋，你都说了是他自己找死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一股专属于饿死鬼的味道飘过，这饿死鬼怎么就不该这样呢？我看着木青那呆滞的样子，我跟木青解释说，我在那黄泉饭里掺了点槐花汁，本来是为了让饿死鬼吃得顺口些，谁知赵小雪给吃了。咱们二狗真明察秋毫，我得给木青点个赞。甭管木青那嫌弃的眼神，突然有个男生从教室冲了出来，动作快得很，看样子是饿死鬼干的。快，咱们去看看。我这个八卦心切的人拉着木青就往那男生消失的方向跑。校医室门口围着一大群人，都挤着往里瞧。为了避免被人认出，我和木青躲到了一棵大树后。我一转头，发现木青已经换了身现代装，依旧帅得一塌糊涂。过了一会儿，赵小雪从医务室出来了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我刚刚就是低血糖，没什么大事。说完，他向大家鞠了一躬。木青沉默了半天，突然蹦出一句：“这女的真绿茶呀！”我去，木青你连绿茶都会认啊，厉害厉害！我正夸着，木青打断了我。赵小雪昏倒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我收起嬉皮笑脸，认真答道：饿死鬼不会一下子把它吃了，应该只是吸了一点。等饿死鬼吸完了，赵小雪也就差不多了。木青点点头，和我猜的差不多。鬼攻击人，自己也会受点反噬，所以饿死鬼打算慢慢弄死赵小雪。我和木青又在外面逛了一圈，路上还帮了个迷途的鬼魂找到地府。晚上我回了宿舍，木青也回地府了。下次有事再上来看。一进宿舍，我就闻到螺蛳粉的味道。赵小雪正趴在桌上大口吃着。你不是晚上为了保持身材不吃东西吗？怎么还吃这热量炸弹啊？秦芳也看出赵小雪不对劲，但赵小雪只顾着吃，根本不理秦芳。只有我知道原因。下午饿死鬼吸了赵小雪一点体力，她得靠吃东西来缓解空腹感。赵小雪被饿死鬼吸取的越多，就越饿，越想吃，但这根本没用，只会让她身体越来越差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一阵尖叫声吵醒，拉开帘子，只见赵小雪正摸着自己的脸，盯着镜子。镜子里，她眼底泛着青褐色的黑眼圈，脸颊也消瘦了，显得有些发青。她以后怕是会越来越难看。木青冷淡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抬头一看，木青正飘在半空中。二狗，你怎么随便进女生宿舍呀？我赶紧用被子裹紧自己，这有啥？又不是没见过女鬼宿舍。木青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木青的脸不易察觉的红了。我发誓，如果眼神能杀鬼，木青现在已经死了108次。嗨嗨，你先穿衣服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木青迅速飘向门外。我迅速穿好衣服，简单整理了一下，打开宿舍门。木青正站在门口等我，一和我目光相对，他就扭过头去，耳朵上还带着没退的红晕。我心里暗笑，我居然把这位鬼王搞得害羞了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想偷看你。木青急忙解释。我点点头，摆出一副我都懂的样子。空气中再次飘来饿死鬼的味道，看来赵小雪今天又没法上课了。我假装遗憾地瞥了眼宿舍，心疼了，要不要帮帮她？木青问我，我摇摇头。谁种的因，谁就去尝那果。木青带我来到地府，鬼王殿中央摆着怨念镜，所有的怨念都会在这面镜子上显现，镜中显现的正是饿死鬼的怨念。这饿死鬼不知怎地，怨念突然翻倍增长。听到这话，我脸色也变得难看。狗子，你的意思是，这饿死鬼可能不只是单纯想吃了赵小雪，他可能会利用赵小雪的身体去攻击别人。小刘，你在阳间要先保护好自己。我知道，我和木青都明白，校园恐怕要变成人间地狱了，事态一旦失控就麻烦了。宿舍里只剩赵小雪一个人，她呆呆地坐在凳子上，看起来比早上更糟糕。一看见我，她眼里放出光，仿佛饿狼看见了肉。小刘，你救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赵小雪扑通一声跪倒在我脚下，泪眼朦胧。是我偷吃了你的饭，你一定知道怎么救我，对不对？昔日的美女已经经历了2次恶鬼的吸取，赵小雪现在看上去虚弱极了，原本清纯的脸庞变得苍白如纸。我不禁有些心疼，但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我没办法救你。我无奈地说，小刘，你骗人，你肯定知道怎么救我，你就是不愿意救我。你要钱是不是？我这就给你转。手机叮一声，提示我收到了300块转账。赵小雪焦急地说，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求你救救我。见我没说话，她以为我觉得钱太少，急忙补充，我不是那种千金大小姐，我的钱都用来买包了，这钱我以后一定还你。赵小雪见我把钱退了回去，愤怒地说，你就是想害死我，我去找个能救我的人。说完，她放开抓住我脚的手，气冲冲地离开了宿舍。赵小雪这出闹剧弄得我有点无语，我又不是她的仆人，还想让我救她，做梦去吧。晚上，她看起来气色比之前好多了，路过我时还得意地瞟了我一眼，手里提着个黑袋子，直觉告诉我这黑袋子绝不简单，它还发出诡异的绿光。我回到床上，拿出空间镜，一晃就来到了鬼王殿。狗子，狗子，快出来！不一会儿，木青板着脸出现了，我顾不上他的小情绪，直接跟他说了刚才的事。木青听后点了点头，我知道咋回事了。赵小雪离开宿舍后直接离校了。赵小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行人见她那副模样都避之不及，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。她走到了一座寺庙旁，一个和尚问她，施主，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怪事？赵小雪仿佛看到了救星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和尚。和尚听完说能救她，从庙里拿出一块肉让她吃。赵小雪虽然犹豫，但为了活命还是吃了。
吃完后，赵小雪的气色明显好转。临走时，和尚又给了她一把刀。这和尚绝不简单，看来他已经知道了饿死鬼的事。意识到赵小雪会有危险，我和穆青迅速返回阳间。一打开宿舍门，扑面而来一股浓烈的血腥味，地板上残留着血迹，一个人倒在血泊中，头颅不翼而飞。从身形判断，应该是秦芳。秦芳死得很惨，秦芳的头不翼而飞，伤口像是被生扯下来的，身上满是坑洼，一看就是被鬼缠上了。穆青立刻着手寻找赵小雪的位置，最终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异常。好在现在是用餐时间，校园里人不多，否则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卷进来。一踏进小树林，我们就看到被鬼附身的赵小雪，正和下午那和尚打得不可开交。做梦！赵小雪尖声嘶吼，向和尚猛扑过去。和尚没料到饿死鬼这么强，一时有些手忙脚乱，难以抵挡。本想引饿死鬼上赵小雪的身，顺便削弱一下鬼的功力，但他显然低估了这饿死鬼的怨念，那块肉反而让鬼功力大增，直接吃了秦芳，吸了人血。说话间，和尚已经伤痕累累，他突然从袖中抽出一把刀，正是之前给赵小雪的那把。这不是普通的刀，是刀鬼刀，之前在黑袋子里我都没看出来。和尚这是要和饿死鬼拼个鱼死网破。穆青一脸看戏的表情，真是又气又好笑。急啥？这和尚手上人血太多，这饿死鬼现在也是厉鬼，到了地府也是个麻烦，还不如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我坐收渔利。穆青这智商，要是在阳间，绝对是个可怕的资本家。和尚拼尽全力与饿死鬼搏斗，但伤势成了累赘，即便手持刀鬼刀，也不敌饿死鬼。饿死鬼一伸手，直刺和尚心脏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当鬼差这么多年，这么恶心的场面还是头一次见。小刘，轮到咱们上场了。穆青终于不再旁观，拍了拍手准备出手。饿死鬼虽然杀了和尚，但刀鬼刀也伤他不轻。他看到我们，当然不是出于尊敬，他自己也伤得不轻。鬼，你怎么在这？饿死鬼显然没想到堂堂鬼王会这么和他说话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怎么，这阳间是你家开的？本王上来看看还不行了？再说了，本王绝不允许你在阳间肆意妄为。穆青正色道，你说杀的都是有罪之人，那你吃掉秦芳怎么说？他无辜不无辜？听着饿死鬼的辩解，我心中怒火中烧，我突然火冒三丈。饿死鬼这是注意到了我原以为你只是个鬼差，没想到是鬼王的女人。我正要辩解自己并非罪大恶极，不知悔改，跟我回地府受罚吧。穆青不给饿死鬼再辩解的机会，强行将其从赵小雪体内抽出。饿死鬼虽心有不甘，但以他现在的情况来看，确实不敌穆青。事实上，就算是他全盛时期也不敌穆青。穆青这鬼王之位，据我所知，是他一步步打拼出来的。饿死鬼一离开赵小雪的身体，他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。我上前探了探赵小雪的气息，向穆青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先照顾他，你照看他，我回地府处理这饿死鬼。话音未落，穆青的身影已消失不见。不愧是鬼王，行事干脆利落，好歹是条人命。我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不出什么大问题，只说可能是没休息好。但我知道赵小雪经此一劫，身体多半已经垮了，就算能醒过来，估计也活不了多久。这也算是他自食恶果吧。番外篇，我叫赵小雪，家境普通，为了在大学里树立起白富美的形象，我不惜花父母的钱租了辆法拉利，效果不错。同学们都以为我是名门之后，男生纷纷追求，女生争相当小跟班，这种众星捧月的生活真是惬意。为了维持我大小姐的身份，我不得不编造各种理由向父母要钱。爸妈是朴实的农民，每次都相信我的话。我和小刘关系很僵，他是班里唯一不奉承我的人。他手里拿着一盒香喷喷的饭走进来，看来早上又跟人拼单买了个香奈儿限量版包包。我身上加起来不超过50块钱，中午吃饭都成问题。于是我打起了小刘的饭的主意。机会来了，他一出门，我立刻跳下床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这饭不知哪家的，真是好吃，3下5除2我就吃完了。为了避免被发现，我把饭盒藏在了床上，然后我就心满意足地跟男朋友打游戏去了。小刘回来发现饭没了，立刻就怀疑到了我头上。我心里其实很慌，但表面上没露出来。正当我快招架不住小刘的盘问时，秦芳回来了，她是我的小跟班，立马帮我转移了火力。不过秦芳也真没用，直接被小刘一句话给说懵了。小刘张口就找我要500，我全身上下也就50块钱，哪来的500？小刘见争辩不过我和秦芳，撂下一句出了事别找我，就离开了宿舍。吃个饭还能吃出事来，看小刘那态度，我和秦芳决定把这件事捅出去。我精心加工了一番，到了下午，全系都知道了。小刘今天下午估计没少受闲言碎语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下午上课前，小刘走进教室，好像并不在意旁人的议论。看到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，我就来气。于是我在全班面前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这群傻子立马就信了。还有个舔狗跳出来帮我说话，但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小刘一走，我就在想，再怎么自视甚高，也受不了这么多羞辱吧。心里有点不祥的预感。在中午上课时，脑子里回想着小树临走前的话，突然一阵暖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哆嗦，感觉身体里好像被抽走了什么。等我再醒过来，人已经在医务室了。校医说我身体虚弱，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对劲。从
医务室出来谢过同学，我好像瞥见了小刘和一个男的。回到寝室，感觉身体空落落的，挺奇怪的。我拿身上仅剩的钱买了碗螺蛳粉。秦芳问我为啥吃这么高热量的东西，我哪有空理他？我现在只想填饱肚子，结果还是没吃饱，没办法，只能去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醒的，一照镜子，向来引以为傲的脸色居然变得蜡黄，黑眼圈重的不得了，脸也瘦了一圈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脸，我觉得这一切肯定和小刘有关。第二次晕倒醒来后，我饿得更厉害了。这2天的怪事，难道真是小树当初说的报应？我开始慌了，在宿舍等着小刘，我向他承认外卖是我偷吃的，还把刚从父母那要来的钱给了他。骗鬼呢，你分明就是不想救我。我冲出学校，我得找人救命，我不想死了。大街上车来车往，我却不知道该去哪。走着走着，我好像到了个寺院。正当我绝望时，一个声音问我，施主最近是否常感到身体空虚，还接连晕倒？他居然能准确说出我的症状，我仿佛看到了救星，跪倒在光头和尚面前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和尚将我扶起，我佛慈悲，我定要救你。和尚转身回庙里，出来时手里拿块血淋淋的肉，吃了它。这和尚居然让我吃这肉，我内心很抵触，但为了活命，我强忍恶心吃了下去。本以为的腥味并没有，反而是一股甜味。吃完后感觉好多了。和尚又给了我个黑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这刀泛着诡异的绿光，我不明白这是为啥。和尚说让我拿着这刀就好。这时我对他的话已经深信不疑。回到宿舍，小刘果然在，他见我回来，脸色很不好看。小刘刚走，我就看到一团黑气，我想躲，但他紧追不舍，很快追上了我，朝我身体里钻。很快我感觉身体被什么占据了，四肢也不受控制。门开了，秦芳进来了，看到我站在那，他朝我走来。小雪，你怎么了？我想让他快走，但说不出话，手不受控制地伸向他脖子，他被我掐住，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。我嘴突然变得巨大，一口咬住他脑袋，疯狂啃咬他四肢。哈哈，终于让我等到你了。这声音是刚才的和尚，和尚站在窗外看着我，他是来救我的吗？我心中燃起一丝希望，但下一秒和尚的话让我绝望。贫僧用这女娃娃的身体做引子，终于把你引来了，今天贫僧就收了你。原来他根本不是来救我的，只是把我当诱饵。我意识渐渐模糊，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在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我最多只能活1年了。医生说我的病很奇怪，查不出原因，所有器官都在衰竭。我现在就跟个耄耋老人一样，身材和脸全毁了。别人不明白，但我清楚原因。但就算我说了，也不会有人信吧？我想知道是谁送我来的医院。护士说那人没留姓名电话，只留了你爹。从班级群里得知小刘转学了，想到生谢都没机会了。有时候想想，还不如当时就让我死了。一闭眼，脑海里就全是我啃秦芳的画面，每晚都做噩梦。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小刘说的对，我终究要为我所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